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冲！住手！众警卫，随时听令，待王爷差遣。明日缉拿养山贼首。动手！不好，有人闯进来了！公子，要不要？不必。3个大门，还有你的暗道都已经被我守住了，你是插翅难逃。我劝你乖乖投案，免得受苦。听淮阳王这意思，我已经是穷途末路了。这数年的较量，最后竟然是我输了。那我若是执意不肯出去呢？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冲！住手！王爷远道而来，为何不和老夫打个招呼呢？近2日，老夫未能亲囊招待，惭愧，惭愧啊！石将军，你这是想干涉本王缉拿朝廷要犯吗？我怎敢干涉王爷公务啊？只是朝廷旨意，不得不从啊！哼！看来石将军是早已录闻暗度陈仓，笃定了要护着他了。哼，话不能说得这么难听，都是为了朝廷分忧嘛。老夫劝你一句，以和为贵，带着你的兵，赶快回真州挖你的河道吧。石一宽，我也是秉公办事，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王爷，你可以一封呈书到御前，何必为难老夫呢？陆恩，我知道你虽落草为寇，却不愿与那些乱臣贼子为伍，至少是一个诚实守信之人。但上次之夜，我已然天灯为号，你为何要背守承诺并未休战，还要带人来偷袭我，行如此卑劣之事？淮阳王带兵多年，难道不知道兵不厌诈吗？我有意招降，你也有意投诚。从前你为何不应？现在你又为何要投诚于青州？不论我向谁投诚，都是归顺朝廷。你又何必耿耿于怀，揪着往日之事不放？在下只是希望，王爷与养山的恩怨到此为止。恭送淮阳王。陆某还有一事。我有一心爱之人，流落到了真州，如今已是寻常富人家，再与养山无关了。若有一日王爷寻到他，还请网开一面，不要伤及无辜。不如我离夫君近一些。还没睡呢？
你这手干什么呢？夫君看这料子好看吗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不好看吗？这料子也是云香纱做的，如此金贵的东西，总要穿给夫君看一看。不如我离夫君近一些。夫君，夫君，夫人啊，这饭也不吃，怕是要把为夫的脸上看个洞啊。没有啊。想什么呢？想咱们瓷房近来生意不错，也有此前贺家的客官来光顾，说我们品质上乘。那挺好的。可咱们毕竟在分吃贺家的汤水，那些贵戚还没有真正认得玉烧瓷房，或许夫君可以去探一探淮阳王的日程。谁？淮阳王。我呢就来个拦路献宝，代表河道乡民感恩王爷，再奉上镇店的首座。若是得到了王爷的赏识，或许明年能专给太妃烧个盘子，再画上王爷的小像，两个眼睛里面再微缩进几个小小的数字。莫如怎么了？夫人，去青州吧。我觉得不妥。为什么不妥？我一早就找人打听过了，那等书画会少不了名流引荐，岂是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去的？而且我还听闻，那位石将军不仅爱收字画，更爱收掳美人，光是妾室就有9房。与其去见他，还不如去拦截淮阳王的马车，至少他不会做欺男霸女的勾当。我觉得你可能是多虑了。青州现在到处都是一些客官呐，还有藏家。就算咱们进不了这个书画会，那也比在真州待着机缘要大得多了。而且他们会前还有一个游园集市，我想带夫人去逛逛。李妈妈，午后咱们去铺子里挑些好瓷器，准备装车。哎，好。那你叫什么？九九。你叫九九？要不是我发现了，你一直在骗我，合着你一直在演戏呀！哎呦，夫人呐，我哪会演戏呀？我怎么能骗你呢？草褥子确实是不太管用，明日再多做一些隔断。张家娘子情难自禁，难免会失控。
夫君还是多体谅一下这位可怜的女子吧。她怎么了？她以为夫君对自己一心一意，谁能想到张家郎君只是对她有所图，表面敷衍，每一句话亦都是谎言。夫人怎么还知道这些？若不是锥心之痛，哪会痛心如此啊？她打算怎么做啊？张家娘子耳根子软，又被她丈夫拿捏惯了，我就给她出了个主意，让她娘家兄弟来把铺子收了，断了那张家郎君的营生，这样自然就顾不过外面的野草闲花，亦或是那些连张家娘子都不知道的事。苦和无常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夫人，日后不要掺和这些事情。可若真的是谎言呢？早晚有一日会被人察觉啊。崔九，我当真是你的夫人吗？夫人为何起疑啊？你是待我无可挑剔，可你每每见我，总是莫名的疏离身份。你我并不像寻常的夫妻。为夫嘴拙，也没有情趣。夫人难免会觉得我这个人性子冷淡了些。起初我也只当是教养使然，可就连昨日，我被那登徒子欺辱，你也并没有像寻常夫君那般关心我，反倒是盘问了一整夜。你是想问出什么呢？怎么还记仇了？想必状书也没有递交吧？递了。那淮阳王府长什么样子？王府大门是朱漆铜钉，悬有盐灯垂帘，立有石狮和石灯各一对儿。王府向东是钟楼，向西是衙门。怎么样？和夫人打探的可否一致啊？夫人起疑为夫理解，毕竟3年的夫妻了，我对你的性子实在是太了解了。生性好强，吃不了一丁点亏。可若是那个登徒子想要借着伤势讹钱，你定会是彻夜自走。但是为夫不过是只摘了2句，你怎么还较起真儿来了呢？况且真要说是生分，就你这样反复的盘问我，我才觉得生分。你还怪我啊？你还倒打一耙，不都是因为你吗？你要不做这事儿，我能埋怨你吗？你别想这么糊弄过去，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。那你每日打着下棋的幌子出门，夜不归宿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我已经问过了，你没有去棋社，老板也说根本就没有姓崔的人。你夫君叫什么？崔九。我这里没有姓崔的，崔九更未曾听过。崔九，我到底是你什么人？我棋艺不精，但我也要脸面。我用了化名。化名？那你叫什么？九九。你叫九九？下不过他们，我就没去了。我出去找了个师傅。当真？对啊。九九。夫人别笑了，要脸面，不要传出去。